好，各位好哈，今天是双十节啊，普天同庆，所以我们来解今天LeetCode的题目哈。LeetCode今天题目是难题，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有关题目的部分。题目是2009题，所谓的 minimum number of operations to make array continuous， 基本上就是你用最少的operation 呢，使得这个阵列呢它是连续的啊。它这里的阵列呢，它是一个整数的阵列。那么你所谓的一次的 operation 呢，就是说你将这个数字呢，将它替换啊，任何可以替换成为任何的数字。好，那阵列是连续的，也就是它下面的条件要吻合。第一个，所有的元素必须是唯一的。然后第二个条件是说，最大跟最小的元素，它刚刚好就是等于长度减1。假设我们的长度是 n， 好，那请你传回所谓的 operation 最少次数的将那个答案将它传回去。那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例题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先看有关于那个它的这里的例题它有3个例题。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那我们看它是不是连续的。连续的话，你当然要判断嘛，所以你就先自动你要做一件事，就先排序嘛。所以这是2、3、4、5，而且它是唯一的。那5减2等于3嘛。3当然就是 n 减1嘛，所以连续当然很清楚这个其实你也不用去看定义也知道，它是有2、3、4、5，每个都差1，而且呢，没有重复的，所以它需要任何的 operation 吗？这个当然是不需要所以这个0。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第二个例题它是已经帮你排序好了。那基本上呢，如果说我们将这里的6呢改成4，其实它就连续了。好，所以原则上它的长度很清楚，长度呢这边是5。好，那你的极大值是在这边是5减它的极小值是1，等于4，所以基本上就是1到5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连续的一个阵列嘛。所以它的 operation 的个数呢当然是1。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其他的方式呢显然1是最少的嘛。好，那我们来看第3个例题。第3个例题呢，这3个数字相差蛮多的。基本上呢，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将10改成2， 100改成3， 1000改成4，它就变连续的嘛。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解所以它的 operation 的个数是3。那你当然也可以用10以10为基础去做但是原则上呢，其他3个也都要改所以无论你怎么弄，都是3个，所以那答案是3那怎么去解这样的问题呢？那它这里的例题呢，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些元素呢都是唯一的，所以它解释的题目，解释的例题呢，并没有所谓
重复的一些元素出现，但实际上它在测试的一些 case 里面是有的哦，所以另外我们在考虑哦一个题目，一个例子，好，所以我们这个例子是说，这里你给了这样一个阵列。它是没有排序的，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当然先做排序嘛，然后将重复的元素把它去掉啊，那当然就是说看你怎么实做啊，所以我们将它排序，并将所谓重复的元素这样去掉，所以呢，它就剩下了4个元素啊，4个元素。好，4个元素之后呢？我们看看哈，他要怎么去考量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其实就一只小狗嘛，它想要所谓做 sliding window 的事情假设我们这个 Windows 最小的元素是4，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这里 n 是6，那我们经过排序呢，还有将重复的元素将去掉之后呢，我利用另外一个变数去装假设是 m， 所以 n 的话它是等于4。好，那我们说 sliding window， 那你必须是要假设我们从4开始嘛，我们那个连续从4、5、6、7、8、9，基本上是连续的好，所以这里面它只要是看看它有没有说超过它的那个 sliding window 的一个范围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那所以我们当然以4开始的话一个一个来，那在这边的话4是在里面没有问题，然后再把5也放进来，接下来把8也放进来，那整个我们将它跑了一遍，4、5、8、9，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那所谓的连续阵列里面会出现的这些元素，所以它的长度呢，我们发现呢，它的长度也就是4，所以我们的答案其实就很清楚嘛。需要在做 operation 的次数呢，就是你 n 减掉这个 Windows 最大的最大的当然是最大的个数当然是4，所以你答案在这里的话是2。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答。然后我们看有关程式的部分我们这边是采用 C++ 的方式去撰写当然我们是有给不同的一个解答当然这个解答，那我们主要是有针对这个 sliding window 呢，我们是可以去追踪它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我们大概说明一下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先找出这个阵列长度这样是 n， 那它原则上它是这个解会有一个上界，它的上界就是所谓的 n 减1它不会是很大那所以当然紧接着就是要排序排序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回圈或者其他方式将里面重复的元素这样去除掉不过我们这边采用的是C++ 当中的 unique， 再透过 erase 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将它重复的元素将它去除当然也可以采用所谓另外一个 C++ 常用的一个资料结构叫 set， 其实它的这个 set 应该是 order set它是有顺序的
透过这样的 order set 的那个方式它也可以做排序动作，而且可以将重复的元素将它去除不过那个另外你就还要别的容器所以我们直接呢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来做所以这样方式可能效果更好。好，然后就是说排序完跟把重复元素去除之后，我们再重新去计算这个阵列的一个长度。那这个 k 呢是你原先的长度再扣掉你去除掉的那个长度所以这边当然是可以做一个debug 的一个情况。好，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Q 所以出列的方式呢，去针对这 sliding window 呢去做储存。那 Q 呢，就是这样一个资料结构呢，其实就是尾端加入前端 pop 出来嘛，离开队伍所以这蛮适合我们这个 sliding window 在这边的那个实作。好，所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回圈回圈呢，我们当然是从0到 m-1它的 index 的值。那我们就看如果你的 Q 它非空，而且呢它的开头的第一个元素，所以 font 如果是太小，应该来讲这个应该写错了，应该 too small 这个需要再改一下如果你的那个前面那个 font 太小的话，我们就把它从前端离开队伍。那因为我们这边是一次一次迭代，所以呢，我们这个 numbers 元素呢，个别呢再从尾端地方再加入队伍。好，那基本上呢，你总共需要的元素是 n 个。那已经在这个 sliding window 里面的元素有这么多，你把它扣掉就是你所需要的 operation 的个数假设我目前所能找到最长的Q 那其实就是你的答案那因为它这边是有减的，所以当然这边我们就取 minimum 每次迭代都取 minimum， 然后最后我们就得到我们的答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答。那我们都看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的一个解答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切到 LeetCode 的画面所以这边我们多添加了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那个 test case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部分。好，这个我们就让它执行一次。看看它一个结果。好，那这个4个 case 都是 OK 的。好，那我们有一个版本是，然后我们这边一个 DQ 的版本。那这里我们只要小幅度的一个修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 too small。好，那我们需要一个列印主要是我们要看它的一个过程 print。那基本上只要迭代器的资料结构，那有些是没有 Q 的话是没有迭代的，所以你要追踪它的输出反而稍微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这边一个回圈，它里面当中的元素，将它做简单的 cout 就可以了，空格分号，然后再整个结束完的话，我们再让它断行，所以先做简易的一个处理。
好，所以我们想要 print 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那个排序，还有我们去除啊它重复元素的部分，我们要可以，其实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次的列印 numbers。好，那我们这是在我们每一次取极小值之前，我们也做一个列印。我们对 DQ 做一个列印。好，主要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追踪啊。那它的 sliding windows 啊，在这边我们都可以显示出来。这个拉高一点。第二个 case， 好，那这里你可以发现它的最前面这个 e 太小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第三个 case， 第四个 case，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